安徽社隐匿近40年，首次被野外监控相机捕捉到视频影像。此前，安徽社已经将近40年没有在人类面前现身过，是否说明它的处境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呢？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上世纪80年代，在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处的大别山区，有一种只属于我国的特有种——安徽社。起初，人们认为安徽社只是我国原社的一个亚种，直到近年，科研工作者通过生物学手段证明安徽社与其他社类已达到种间分化的程度，最终确认安徽社并非其他社类亚种，是我国的特有物种。人们平时几乎见不到安徽社，是因为它们体型较小，性孤僻，没有锋利的爪牙抵御天敌，因此只能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策略。一方面，安徽社选择海拔500到1500米的针阔混交林，居于隐蔽的密林，以地衣、石蕊、寄生湖及灌木枝叶为食；另一方面，性格胆小、机警、孤僻，只有在交配期才会发生数头聚集的现象。安徽社市生区地域异常狭窄，仅生活在安徽、河南、湖北3省交界处的大别山高海拔地区，活动区只有1000平方公里左右。本次安徽社被拍摄到的记录点位置就在安徽金寨天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根据监测数据分析，科研人员已掌握安徽社活动范围，正着手于设计建设天马摇落坪廊道。通过连接天马和摇落坪这2个安徽社栖息地，可以有效扩大安徽社市生区面积。通过增设动物活动记录点，为安徽社保护和研究事业规划出崭新蓝图。喜欢看宫斗剧的朋友，可能都对麝香导致流产有印象，但实际上，麝香背后另有受害者，那就是现在已经濒临灭绝的我国特有物种安徽社。雄性安徽社1岁以后，腹部香囊开始分泌和储存麝香，麝香的成分极为复杂。对安徽社而言，麝香的作用是促进同类交流的信息素，并在繁殖期内发挥吸引雌性的作用。雄麝香囊分泌物初为乳白色，呈流体态，味腥臭。这种分泌物必须在雄麝香囊内经过数月储存和转化，才能形成人类向往的干褐色粉末状或颗粒状物质。麝香被誉为冥香之冠、冥药之首，它既是一味名贵中药材，有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消肿止痛的作用，又是公认的4大动物香料：麝香、灵猫香、河狸香、龙涎香之冠，用于制作高级香水。麝香的香气非常奇特，微量使用时才会使人产生芳香的感受。麝香富含高分子化合物，其本身又是动物信息素，因而固香能力极强，据说在手帕上可以存留40年之久。正因为麝香价值连城，人类为谋取暴利杀麝取香，造成安徽社种群数量骤减，几近灭绝。加上安徽社个性孤僻、恋家，生活规律，有固定的活动路线，即使栖息地被破坏，也会返回家园。于是，盗猎者利用安徽社温顺的性格设下圈套，猎杀它们。偷猎者使用钢丝套索残忍地勒死安徽社，之后用刀具割下香囊，尸体就地抛弃，其残忍程度令观者心痛不已。本就行踪难觅的安徽社，几十年来几乎在野外消失了。全球气候变化也将严重降低安徽社市生区面积，预计到2100年，安徽社市生区面积将减少1/3，这对安徽社来说将是毁灭性打击。保护安徽社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种动植物都不可缺失，任何物种的灭绝都可能导致生态系统整体崩溃。为了保护安徽社，国家都做了哪些努力？先是设立保护区，在安徽社的市生区已成立大别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动植物和地质资源都被列为保护和研究对象。此外，自2021年起，国务院已批复成立5个国家公园，为生态系统和文化遗产保护表明了态度，理清了思路。法律也不可或缺。目前，针对安徽社非法猎杀、杀害、运输、出售的相关案件，也由人民法院结案。野生动物保护乃至动物保护意识已被全社会共同认可。能不能人工养殖呢？四川和陕西2省已经建立了大规模麝类饲养产业，通过人工养殖和活体取香技术，能够彻底改变野生安徽麝被猎杀的命运。
以片子黄为代表的药企，通过联合地方政府，依据我国对麝资源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行业标准，对养麝农户开展培训，实行农户联产，规范合法麝香回收渠道，完善麝香流通审批程序等。最后一个方法，则是没有需求就没有伤害，研究人工替代品。人工麝香是天然麝香的替代品，是国家重大科研成果，也是国家重要保密配方。人工麝香研制及其产业化项目曾荣获2016年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可以说，人工麝香的使用完全打通了无麝野香的技术通路。专家介绍，成功研制人工麝香并将其推广进入市场流通，相当于保护了900万头雄麝。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